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嗎？那過去這幾天呢，東亞地區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跨國戰爭。沒錯，就是中共對日本發動了一系列的組合戰。那相信您也關注到了。那事件起因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號在國會接受質詢的時候，被議員問到了，如果台灣有事，那是否符合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呢？那高市回答說如果出現了戰艦，那伴隨着使用武力的情況，就有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他還進一步的舉例說包括了台灣受到武力攻擊，或者是被戰艦實施了海上封鎖等等呢，就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那簡單說，就是如果台灣遭到了軍事攻擊，或者是海上封鎖的嚴峻局面的話呢，那麼日本就可能會遭遇到威脅國家存亡的危險狀態。那到時候日本政府就會考慮動用自衛隊來保衛日本的安全。那這段發言不但呼應了前首相安倍晉三說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而且呢也暗示了只要中共進犯台灣，那麼日本跟美國都會介入防衛。至於具體會怎麼介入呢？這是國家機密就沒有公開說了。那可想而知呢，高市的發言肯定是讓中共氣炸了，所以中共馬上就像潑婦罵街一樣，日以繼夜的謾罵日本和高市早苗。那中共呢，還把中國人民和中國經濟給武器化，拿來攻擊日本。所以今天的節目要告訴您3個重點：第一，中共通過哪些手段對日本發動這場大混戰，而且是一場超限戰呢？第二，中共大戰日本背後露出什麼樣深沉的馬腳呢？第三，這場中日大戰，台灣和中國人民該怎麼來應對呢？那現在請您先幫我個忙，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那記得要選所有通知，那這樣呢就能收到我們未來的節目通知了。在我看來中共這次已經幾乎是對日本全面宣戰了，就差沒有出動軍隊而已。不過，中共對日本的國家安全威脅程度之深呢，也在这個過程當中是表露無遺。你看看中共用了哪些非軍事手段來攻擊日本？第一，經濟脅迫。中共外交部和文化旅遊部相繼的發出公告，他們聲稱日本今年發生了多起中國公民遇襲事件，要人民避免前往日本。那接着，中共教育部也發了公告宣稱日本治安很不好，建議中國留學生避免前往日本留學。但事實上去過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日本是全球治安名列前茅的地區像日本東京去年底才被福布斯 Forbes 雜誌評選為世界最安全城市第2名，那大阪是第8名。那也難怪每年到日本旅遊的觀光客簡直是多到爆炸。那根據日本官方統計呢，去年日本的外國遊客前3名來自了韓國、中國跟台灣。那去年呢，有698萬中國人到日本旅遊。那如果日本的治安真的不好，那還會有這麼多中國人去旅遊嗎？所以中共現在推出這個旅遊限日令呢，其實就是要把旅遊給武器化，對日本政府跟民間來施壓。那不但這樣，中共還對日本電影下手了，包括《蠟筆小新》和《工作細胞》呢，2部日本電影宣布推遲上映。而現在票房正火的《鬼滅之刃》也被迫提前下片，只上映了1個星期。那這些手段都是中共對外國最慣用的經濟脅迫。第2個手段，政治離間分化。中共通過媒體和外交部全天候的攻擊和污衊高市早苗，試圖把他扣上破壞中日關係罪人的大帽子。那其實呢，就是一種對日本國內的離間和分化，想要煽動日本內部對高市的不信任，甚至是仇恨，從而制造日本國內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對立。第3個手段，人身威脅。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健在社交平台上發了帖子，暗示要對高市早苗要斬首。那這種人身威脅的言論是非常超格的不但超出了一個國家外交官該有的格調，甚至呢還超出了正常人該有的人格。那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中共外交官用來爭取中南海重視的戰狼手段，想要博眼球、求升官，所以薛健老說要砍別人的腦袋。但是呢，會不會有激進的日本華人真的聽信了這種戰狼語言去當刺客呢？
或者說中共會不會找黑社會去行刺，再推說是民間積極人士反對破壞中日關係才幹的呢？這很難說。第四，軍事恐嚇與國防威脅。中共不但宣布在黃海海域實施3天的實彈演習，那中共海警船也進入釣魚島的海域，想要進一步的挑釁日本，威脅日本。第五，假新聞認知戰，煽動鬥爭。那中共控制的海外媒體某鳥衛視呢日前報道稱有近100名日本民眾圍堵首相官邸，要求高市下台。但是東京的朋友告訴我，其實現場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近100人，看畫面就知道。而且呢，日本是民主國家，首相官邸外面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反對人士到那邊來抗議政府，要求官員下台。那這是法律允許的言論自由，是很正常的狀態。另外呢，還有日本的媒體記者跟我們透露說他曾經親眼看到這個某鳥衛視的記者在現場煽動抗議者的情緒，讓他們在鏡頭面前表現得更激進、更激情、更賣力，說這樣中國人會感謝他們，那他們會青史留名等等那說白了，這樣的新聞呢，很可能是中共動員制造的假新聞，是一場煽動日本人民對高市的仇恨鬥爭。第六，炒作沖繩獨立，分裂領土。中共旗下的媒體這幾天紛紛的炒作所謂的琉球地位未定論，也就是聲稱沖繩群島不歸日本管轄，宗主國應該是中國。說白了，就是中共要煽動沖繩獨立，要分裂日本的領土。而中共黨媒經常採訪的所謂琉球的獨立運動網紅魏孝昌呢，他在2023年就被台灣知名的調查媒體報道者揭露過。這個人有3個名字，而且呢跟中共關係是很良好的。他經常用簡體中文來發訊息。那報道者曾經聯繫上這個魏孝昌，但是呢在問他跟中共政府的互動經驗的時候呢，魏孝昌就已讀不回了。那其實說白了，中共想要煽動沖繩的獨立，來交換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的支持與協防。好，那上邊隨便說一說，就至少看見中共打出了6張牌。那這還不包括台面下可能發動的網絡黑客戰，以及呢未來可能再推出的稀土管制戰等等。所以這是不是很值得警惕呢？中共不需要動軍隊，就可以對日本發動這麼多的混合攻擊，或者說超限戰。不過呢，中共這一連串的超限戰恰恰說明了中共確實是日本的國安威脅。他們早就對日本布局了各種入侵手段，甚至呢還想要分裂日本領土。那現在台灣還沒真的有事，日本就已經開始有事了。那更何況是等到台灣真的有事呢？好，中共這套超限戰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表面上看是要嚇阻日本協防台灣，好讓中共可以順利的完成吞併台灣的統一大業。但是這背後其實還有幾個深層的目的第一個，發動間接政變，推倒高市早苗。因為高市跟安倍一樣不但對台灣友好，那他們還都很清楚，日本和東亞地區最大的區域威脅不是朝鮮，不是俄羅斯，而是中共。只要日本對中共妥協讓步的話，那不但會讓第一島鏈這條反共防線破防，還會讓中共先吞台再控日。也就是呢，中共吞併台灣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控制日本，奪取沖繩。因為沖繩群島是中共海軍從東海進入太平洋的門戶，而且美軍的大批軍力也在那裡駐守，所以中共很可能會進一步的挑撥日本政壇的內部矛盾和分裂，想要讓高市早苗盡快的被逼宮下台，換一個親共的首相。只是呢，目前的最新民調顯示說，高市的內閣支持度高達69%，不降反升那說明了他對中共的強硬他的執政是受到多數日本人肯定的。所以中共要用什麼手段來推倒高市呢？接下來很值得我們關注。第二個目的，中共賣力炮轟高市，施壓日本其實也是要制造日本人民對台灣的避禍心態，讓日本人誤以為只要甩開台灣，那中共就會息事寧人，就會日本就會平安無事。
那中共想要這種人性的怕麻煩的慣性啊，來營造民間輿論，來施壓高市，從而迫使日本放棄介入台海，甚至呢是疏離台灣，讓台灣在國際上更孤立。那中共這麼怒氣汹汹地挑釁日本、恐嚇高市呢，其實還有更深層的用意啊，就是要試探美日同盟的關係到底鐵到什麼程度。那川普會不會為了跟中方達成貿易協議，從而對日本悶不吭聲呢？那如果是，那麼北京就很可能會進一步的研判說，他們可以創造更多的交易籌碼和政治壓力、經濟壓力來跟川普做交易，迫使川普要表態反對台灣獨立，或者是做出更多更不利台灣的舉措。最後還有一個戰略目的，就是中共要趁這個機會來檢驗他們對日本政治界和民間的滲透力和控制力到了什麼地步，能夠多大限度的操弄日本政客跟人民，這就是所謂的銳實力檢驗。那再根據這次的檢驗結果呢，來調整對日本的方方面面的滲透策略。所以在我看来這次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說法呢，正好提前讓中共自爆了，讓中共曝光了自己不但要進犯台灣，還對日本有分裂領土、吞併沖繩的野心。甚至呢，他們早就有計劃的干預日本內政，想要操控日本政客和民間的輿論，來左右日本的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政策。那這就是中共暴露出來的邪惡馬腳。不過目前看起來中共未必能夠佔到上風，因為呢，美方很可能也知道中共想要摸底，所以呢，川普刻意不出來表態，而是通過美國駐日大使來說話，強調美日同盟會堅定地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這場中日大戰是圍繞着台灣而展開的，所以我認為台灣的朋友應該體認到一個事實就是日本跟台灣是唇亡齒寒的共生關係。不但台灣有事，日本會有事，反過來講，日本有事，台灣也會有事。那如果日本真的被中共威脅、恐嚇而疏離了台灣，或者是不願意介入台海來協助保衛台灣的話，那麼中共就會更有恃無恐的對台灣加速吞併行動，不管是動武還是從台灣內部搞政治顛覆。因為呢，如果沒有日本的援助，那美軍要獨立介入台海協防台灣呢，難度會加大很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民調顯示呢，有48.8%的日本民眾支持高市說的，如果台灣有事，就要行使集體自衛權。也就是如果台灣有事的話，有將近一半的日本民眾支持日本介入台海，還超過了反對人數。那這不但說明了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看透了中共對台灣的威脅其實就是對日本的威脅，那也說明了日本對台灣的穩固友誼。所以我個人認為現在日本面臨中共的超限戰施壓，那台灣應該在這個時候伸出兄弟之手來幫助日本。看中共打壓日本什麼，那台灣就盡力的幫上忙。畢竟過去當中共打壓台灣的鳳梨出口那安倍呢就立刻在日本推銷台灣的鳳梨，幫助台灣果農渡過難關。那現在中共打壓日本的觀光經濟，那麼或許有條件的台灣朋友們就可以在這個時候扮演台日友好超人，或者是台日反共超人，到日本去旅遊，或者是購買日本商品，來幫助日本疏解中共打壓的傷害，也幫助日本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而且呢，最有趣的是當中共要求人民避免到日本旅遊之後呢，日本國內是一片歡欣鼓舞很多人留言說這對日本人來說是個好消息。奈良公園的鹿群迎來了好消息，甚至還希望中共這項政策是永久的禁止，而不是暫時禁止。為什麼呢？因為有部分中國遊客的素養不佳，在日本經常有不文明的舉動，造成日本人的反感與無奈，那他們忍很久了。而現在中共叫人民別到日本玩，正好讓日本人可以鬆一口氣。所以這個時候或許正好是台灣的朋友們到日本旅遊的好時機。一方面是因為人潮減少了，會有更好的旅遊品質，更低的成本開銷。那另一方面呢，這也是施展國民外交的好機會，來進一步深化台日友好同盟，讓台灣跟日本在西太平洋上互為犄角，來強化對中共的警戒與對抗。那再來呢，我認為中國的朋友們
也可以從這場中日大戰裡面看透幾個貓膩哦。比方說第一個，中共把中國人民給武器化，把人民當成是對外國鬥爭的肉盾和人礦，無休止的操控耍弄啊。今天呢，他們要你仇恨日本，明天呢要你仇恨美國，但後天呢突然又跟你說中美友好、中日友好。他們沒有真正的是非觀與價值觀，只有中共的利益跟權鬥。那第二點呢，是中共其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經濟跟未來。雖然現在中國經濟很糟，很多人失業了，但中共關心的還是怎麼樣利用人民來實現他們的權力鬥爭和政治野心。所以呢，他們寧可花上350億人民幣搞大閱兵，還把人民綁下了國際鬥爭的戰車。因為中共政權不需要對人民負責，那人民呢也無權去制衡他們。那第三點呢，中國人民要看透的是中國的國際名聲不好還有中國人在國際上被歧視呢，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造成的。因為中共對國際社會的粗暴無禮、戰狼外交，還有拖拐搶騙，搞得全世界都對中國印象不好，還連累了中國人民。所以呢，我經常說中共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華勢力。好，那今天聊到這裡，感謝您收看，我們下次再會。